vivo X200 Pro 本期要对比一下它的两位前辈 X100 Ultra 和 X100 Pro。X200 Pro 已经正式上市了，它的系统版本呢也是正式零售版了，该对比就可以对比一下了。开头先说一下 X200 Pro 这台手机有眩光吗？有。眩光严重吗？严重。哎，眩光怎么没了？哎，怎么又有了？哎，怎么又没了？哎，怎么又出现了？这点咱们眩光环节再说。欢迎收看 ZPH， 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啊，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本期的摄影环节还是来自网友投稿，非常开心的看到很多网友把自己拍摄的好看的照片都发到了回复里边。那也希望那些没有发过照片的朋友也向这些朋友多多学习啊，多多出去走走，发现身边的美好。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台手机的表现吧。那三台手机的主要后摄焦段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啊。现在是 X200 Pro 的拍摄界面，它跟另外两台手机比呢，最大的区别是多了一个分光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呢，是集成了很多功能的一个模式，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了，那这里呢也就不再赘述了。还有就是这三台手机，包括人文街拍相机模式在内呢，有4种颜色模式可以选择。您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模式来进行拍摄。当然了，这是需要一定的拍摄经验的啊，没有关系，多多拍摄，拍多了，您自然就会找到您喜欢的风格了。但是后面我们的测试呢，只会用手机的默认设置来进行测试，会把手机当成一台刚到手的新机来进行测试，所以只会用默认设置，而且不管用什么色彩风格，也不会改变最关键的光学素质和解析力。那下面咱们就开始聊一下这三台手机每一颗镜头的表现，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参数上看，X200 Pro 的主摄感光器是小一些的，光圈是大一些的，其他呢就差不多了。看实拍相片，颜色咱就不聊了啊，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这些都没有标准，您觉得哪个好哪个就好，而且他们三台手机的颜色呢看起来也挺统一的。咱们直接看比较关键的解析力跟光学素质。哎，你还别说，这三台手机里如果仔细看的啊，某些部位居然是100 Pro 的效果是最好的。嘿嘿，再看一组主摄的实拍对比，这回解析力方面，三台手机差不多了。那么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三台手机做的都不错啊。这里要表扬一下100 Ultra 跟100 Pro， 它们都是1英寸的大底，它们的底更大，是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但是它们做的还是不错的。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三台手机主摄的光学素质在边角画质成像方面还都是挺好。那么三台主摄都有自己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都是5000万像素啊。那么这回在解析力方面，200 Pro 的表现是三台手机里边最不好的那个。那么这一点呢，在上次单独评测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啊，结果就是这样。这三台手机里边，100 Ultra 还有一个自己独享的功能，就是 AI 模式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打开 AI 模式之后呢，它比普通的5000万高清模式
会更高清一些，比如说屋檐下边啊，还有最上面的瓦片啊，大家可以穿插的看一下。再说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说呢，感光器是100 Ultra 的更大，视角呢也是它的更广。从实拍样片上看，100 Ultra 的视角确实是最广的，那么200 Pro 跟100 Pro 的视角呢基本相当。中心解析力虽然说100 Ultra 它的视角广，那么它中心的物体呢拍的就会更小，但是解析力方面跟另外2台呢也没有什么区别。再放一组对比，这回相同场景100 Ultra 的颜色呢看着比另外2台更深沉一些，中心解析力呢还是差不多的。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呢，100 Ultra 是做的最好的，并不是说它的边角画质把控有多么的好啊，而是它的感光器是这里最大的，视角也是最广的，这些都是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从对比结果来看呢，它的表现跟其他2台在画质方面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说在做工用料方面呢，100 Ultra 的表现确实还是这3台手机里最好的一个啊。3颗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只不过在解析力方面呢，它们3个也是谁也甭说谁，差不多。再说中长焦镜头这块，长焦呢200 Pro 跟100 Ultra 一样，用的都是大底的2.1像素长焦镜头，这也是这次200 Pro 的升级重点。那100 Pro 那边呢，用的是一颗底稍微小一些的，但是也是1/2英寸的5000万像素的4.3倍的长焦镜头。对比样片呢，先从2倍开始看，这个2倍不是长焦拍的啊，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颜色方面，这3台手机确实有区别，而且200 Pro 那边我可能用的是蔡司自然色彩模式拍的。但是最重要的中心解析力方面呢，这点就跟前面主摄高清模式对比的结果一样了。200 Pro 的解析力是3台里边最不好的那一个，那这点呢也符合上回单独测试的结果啊。现在就是长焦镜头的对比了，200 Pro 跟100 Ultra 都是3.7倍，100 Pro 呢是4.3倍。但是解析力方面呢，仔细看，200 Pro 跟100 Ultra 那边做的还是很优秀的。100 Pro 那边虽然说看起来还不错，但是焦段它有优势。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它已经开始打不过前2台手机了。现在是高清模式的对比，200 Pro、100 Ultra 都是3.7倍的2亿像素，100 Pro 呢是4.3倍的5000万像素。但是在解析力方面，2台2亿像素的长焦解析力非常不错啊，而且200 Pro 的纯净度是这里边最高的。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解析力方面200 Pro 的优势很明显啊，它的解析力是最高的。现在是3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啊，就靠着3.7倍跟4.3倍的镜头，数码变焦到30倍也是够瞧的了。解析力方面，依旧是200 Pro 的解析力最好啊，优势非常明显。当时100 Ultra 推出的时候呢，它的2亿像素3.7倍镜头呢就备受好评了。如今200 Pro 的这颗长焦镜头呢更上了一层楼。再说微距拍摄，这3台手机拍摄微距呢都是用长焦镜头来拍摄的。长焦镜头拍摄微距呢比超广角镜头是有优势的，最显著的呢就是不会遮挡光线，拍摄昆虫和小动物时呢也不容易惊扰到它，所以长焦微距呢大家还都是比较喜欢的。从实拍样片上看，200 Pro 和100 Ultra 的微距效果是十分接近的，它们都是3.7倍的长焦镜头。100 Pro 的4.3倍镜头拍摄微距效果也是可以的，而且从拍摄体验上，就是从对焦上啊、防抖上呢，3台手机也是比较接近的。它们的微距实拍效果不能说有多么的极致啊，但都是挺优秀的。再说前摄，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200 Pro 跟100 Ultra 这边的前摄效果是很接近的，当然了，100 Pro 的效果也不错，只不过从肤色上看呢，跟它俩比呢稍微有一些区别。vivo 的手机前摄拍摄人像呢是令人放心的，稍微有一些磨皮，有一些美颜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呢，那也没办法。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呢，它拍出来的照片啊还是挺好看的啊，挺帅气，挺美的。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从肤色上看，200 Pro 跟100 Ultra 还是挺接近的。100 Pro 那边呢，跟他们俩有些区别，但是肤色也没问题。哎，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肤色呈现呢？但是从防抖上看呢，还真是100 Pro 的更好，尤其在抖动时候的清晰度啊，100 Pro 的表现更好，而且视角呢也是它的更广一些。再说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第一个场景呢，光线比较柔和，拍出来的效果呢，3台手机看起来很接近，而且确实把拍得非常帅气啊，非常好看。vivo 的人像拍摄呢，也是令人放心的，无论是拍男的、拍女的，还是拍小孩啊。当然了，我没有拍过老人，
总之呢，被摄对象呢都很满意。人像拍摄呢确实是 vivo 的强项。换一个光线非常复杂的场景，这个场景对于拍摄人像来说呢比较残酷。3台手机的表现依旧都不错。从呈现的效果上来看呢，200 Pro 跟100 Pro 是比较接近的，看起来相对柔和。100 Ultra 那边呢显得更庄重一些。总体来说呢，他们3个的表现在这个场景依旧水平都是挺高的。再说直出宽容度的对比，这回测试呢也是3种色彩模式都拍了啊，除了黑白以外啊。先说200 Pro 的表现，其中蔡司自然色彩的表现是最好的。无论主摄跟超广角，鲜明模式的问题是高难度场景暗部有时候会偏色，那么质感模式的问题呢是高难度场景暗部有时会缺失细节。不过100 Ultra 的表现呢，3种色彩模式看起来就比较接近了，区别不大。但是仔细看，依旧是蔡司自然色彩的表现最稳。100 Pro 的表现跟200 Pro 是比较接近的，3种色彩模式的差别呢比较明显。鲜明呢就是高难度场景暗部有时候会偏色，质感模式呢高难度场景暗部有时会缺失细节，也是蔡司自然色彩的表现最好。再换一个高难度的场景，200 Pro 这边依旧是蔡司自然色彩的表现最稳定啊，鲜明暗部有时候会偏色，质感呢暗部有时候会缺失细节。100 Ultra 的表现跟刚才一样，3种模式呢看起来差别不大，仔细看是有区别的，但依旧是自然色彩的表现最稳定。100 Pro 的表现跟200 Pro 的表现还是更接近一些的啊，表现同样也是自然色彩的最好。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场景呢，咱们就直接看主摄了。200 Pro 的表现依旧是自然色彩的表现最好，100 Ultra 呢，我感觉这回是质感的表现最好。100 Pro 那边的表现呢，虽然看起来也是自然的最好，但是在这个场景下呢，它虚焦了。那么综合起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200 Pro 的自然色彩表现是所有这次测试里表现最稳定、最好的。再看夜景的表现，眩光的问题呢，也在这个环节一块聊一下。先看城市夜景的表现，这些城市环境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场景，它们有强光，有阴影。对于这3台手机来说，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在直出的表现上都是非常优秀的，暗部跟亮部的细节呈现都没有问题。包括城市环境的中长焦表现，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啊，当然这是主摄拍的啊，主摄的数码变焦，它们3台的表现呢水平是很接近的。现在是长焦镜头的表现，200 Pro、100 Ultra 呢都是 3.7 倍的，100 Pro 呢是 4.3 倍的，表现呢也都很不错。直到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呢出现了区别，200 Pro、100 Ultra 的表现还是很接近，100 Pro 的暗部细节呢稍微比前2个欠一点点，但是表现也是挺好的。那来到城市比较昏暗的场景，这个场景呢，先说他们直接拍的表现啊，效果还都是很理想的。不过呢，这个场景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眩光的场景，眩光呢就来自右上角的这盏灯。之前有些手机在这个场景拿起来就直接拍，眩光就会出现。当时发现了呢，就会提一嘴，就会注意一下。但是200 Pro 在这个场景，比如说现在这个录屏，它拿起来直接拍的时候，并没有出现眩光，所以当时就把这点给忽略掉了。整个我们的测试场景中呢，只有这个场景是最容易出现眩光的，可它偏偏在这个角度下就没有出现，所以就被忽略掉了，这点也是很可惜的。只要在这个场景稍微转一下，眩光就会出现。可见我们 ZPH 的测试环节呢还不够细心，不够丰富，这点呢之后还是要完善的。不过在回复里呢，我也说了解决办法，比如说现在我想让眩光消失，它就能消失。你看现在它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方法很简单啊，就是拍摄的时候呢，用手当一下遮光罩，把光线稍微挡一下就行。具体的长法呢，您随意啊，只要能稍微遮一下就行。现在就是没有用手遮挡光线的照片，现在是稍微遮一下的照片，差别呢还是挺明显的。不过就在这期视频要截稿的时候，vivo 的人突然跟我说，他们已经定位到了眩光的问题，而且能修正。方法是通过新的带遮光罩的手机壳啊，当然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遮光罩啊，还有就是算法一块来修正眩光问题啊，居然算法也行。那这点呢，我还是持观望态度的，因为在回复中我跟大家说过，眩光呢是很难通过算法来修正的，遮光罩呢也不太现实。
你们看，现在我用手把眩光挡住之后，一旦切换到了超广角之后，超广角就会拍到我的手。那遮光罩呢也会有这个问题，不过手机的主摄跟超广角呢并不是同轴的，也许它可以用遮光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规避这个问题。那至于算法嘛，那就更神奇了。到时候呢，我会亲自试一下。那接着看城市暗光的表现，现在是长焦镜头，3台手机的表现都还不错，但是到了10倍呢出现了区别。这里边呢只有200 Pro 在10倍的时候，在这个场景下是直出的，而其他2台手机都启动了自动夜景。现在就是200 Pro 的录屏，10倍下它的成像速度非常的快。现在是100 Ultra 的录屏，同样是2.1像素3.7倍的10倍数码变焦，在这个场景下呢，它就启动了自动夜景拍摄了。但是从最终的实拍对比上看呢，100 Pro 的直出可不比另外2台手机自动夜景的差。来到了极暗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200 Pro 呢，现在的夜景模式被风光模式取代了。那么祖传神树这个场景呢，3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表现都很不错。非常极限的健身器场景，3台手机的主摄夜景模式下细节呈现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十分接近。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非常仔细的看啊，100 Ultra 的表现呢还是稍微的强了一点点。这里呢也有一个小插曲，上期为了说明现在的200 Pro 的风光模式就是夜景模式，那么这个场景呢第一次出现了直出的样片，很多人看了之后，哎呀，这个直出怎么这么差呀？那是因为这个场景非常的暗。它有多暗呢？注意看这个视频，这是用主摄拍的啊，远处的亮光呢就是这儿唯一的光源，而这个场景就是健身器场所，健身器场所的远处就是树林小路场景，然后健身器场景的背后就是所有场景中最变态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从这段视频中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有多么的暗了吧？当然了 ，vivo 也不知道这个场景有多暗。视频上线之后呢，他们看到这个场景的直出表现之后呢，也想再提高一下。哦，对了 ，vivo 也不会比你们更早的看到我的评测结果，都是视频上线之后，他们才知道评测结果的。他们看到之后也想再提高一下这个场景的直出能力啊。那咱们就跟抗眩光一样，一块儿期待一下吧。不过有一说一啊，这个场景在直出的情况下，确实还是100 Ultra 的细节呈现更充分一些，但是也不可能跟夜景模式相抗衡的。树林小路场景主摄的表现，3台手机的细节呈现都很不错，细抠的话还是100 Ultra 的表现更好一点，超广角的表现旗鼓相当。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3台主摄的表现都非常优秀啊！别看200 Pro 的主摄感光器是最小的，夜景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超广角的表现嘛，仨人谁也甭说谁。视频录制这块，200 Pro 加入了很多新的玩法、新的功能，还有很多新的格式。它的录像规格是挺强大的，上期已经说过了。那么这次呢，咱们直接用默认设置对比3台手机啊。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的录像表现，它们3个的防抖、清晰度都非常不错。现在是超广角录像的表现，同样的，它们3个也是非常优秀的，防抖、清晰度都不错，颜色也都挺好看的。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防抖、清晰度，它们3个都很好，颜色方面的差别还是有的。其中100U 的颜色是最为沉稳的。那大家更喜欢它们3个中谁的颜色呢？现在200 Pro 跟100 Ultra 呢都是3.7倍，100 Pro 呢是4.3倍，但是它们的录像表现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还是不相伯仲的啊，只不过100 Pro 的远方稍微有些寡淡。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这回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100 Pro 那边就稍微的落后一点点了，虽然说表现也是很好，架不住200 Pro 跟100 Ultra 那边的表现更好。现在是主摄在城市昏暗场景的录像表现。哦，对了，你们可以看出这个场景和刚才健身器场所亮度的差别了吧？现在这个场景已经是城市的昏暗场景了。那么主摄的表现，他们3个还都是不错的啊，清晰度还有暗部细节呈现都很好，防抖也还行。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你还别说啊，防抖最差的居然是100 Ultra， 它的超广角感光器是最大的啊，这点我是没想到的。那么200 Pro 跟100 Pro 的表现呢，还是挺好的。现在200 Pro 跟100 Ultra 是3.7倍拍的，100 Pro 呢是4.3倍，在清晰度、解析力方面，100 Pro 就不行了。
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200 Pro 跟100 Ultra 呢还是很接近的。那没有悬念的就是100 Pro 那边是跟它俩没法比的。最后的结尾再提一嘴炫光吧。当时单独测试 X200 Pro 的时候，没有测试出炫光的问题呢，这是这台手机的幸运，是我们 ZPH 的悲哀。当然从长远看呢，也是我们 ZPH 的幸运啊，因为它暴露出了我们测试环节的流程啊，还是有问题啊，模式化了，太模式化了，应该更灵活一些，想得更多一些。这点呢，肯定也会促进我们 ZPH 的不断进步。那这3台手机对比呢 ，X200 Pro 的主摄感光器虽然比另外2台手机小，但是除了白天高清模式的解析力以外呢，它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最重要的是，它这回的卖点就是长焦镜头，它的表现已经超过了 X100 Ultra， 这点之前我是没有想到的，而且超过的幅度呢还是挺明显的。那至于工业设计方面呢，其实这3台手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它们长得其实挺像的，无论是正面、侧面呢，还是背面啊。虽然说背面看着稍微有些区别，但是整体上也差不多。那至于硬件嘛，肯定是最新的 X200 Pro 的硬件性能更好了，但是具体的游戏发热、跑分性能这方面呢，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我们只是聊影像的节目，如果你关心它们的性能方面呢，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了。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